2013年5月15日，山东省临沂费县党家庄村的张大娘焦急了起来。前一天，张大娘打电话给儿子霍刚聊天。霍刚说，因为自己的小吃店没有牌照，暂时不能卖烧烤了，要关门几天，等证照办下来再说。张大娘就劝儿子不要烦心，15日来家里玩玩。26岁的儿子霍小刚同24岁的儿媳张丽结婚才半年时间，婚后小两口辛苦地打理这家小型烧烤店，基本没有一天是休息的。现在也算是难得有了几天假期，干脆就放松放松。儿子霍刚满口答应。张大娘让他们早上起来吃点早饭，然后晚上再回去。然而15日到了上午10点，小两口还是没有来，手机这时也打不通。张大娘开始也没有多想，年轻人喜欢睡觉，之前小两口为了做生意天天熬到凌晨1、2点钟，现在有了机会休息了，多睡睡这也是正常的。又等了1个多小时，到了中午12点，张大娘开始奇怪了，年轻人就算是再能睡，也不能睡得这么迟吧。霍小刚是张大娘老两口的独生爱子，虽然生长在农村，霍小刚也是娇生惯养，没干过农活，一直都在读书。霍小刚从小就很听话，为人也忠厚淳朴，周围邻居也都很喜欢他。儿媳妇张丽也是随和善良的女孩，长得也很漂亮，算得上是人见人爱，婆媳关系非常的好，亲如母女。之前小两口也从来没有爽约过父母，这次是怎么回事？张大娘的心里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。这里乡下治安不太好，盗窃事件频发。儿子霍小刚的新房位置也比较偏僻，在县城的边缘，距离张大娘的村子也有1、2公里的路程。这还是有治安隐患的。之前新房就曾经被小偷给盗窃过一次，丢了1、2千的财物。被盗以后，在其他村民的告诉之下，儿子在家里就安装了视频监控防盗系统，还养了一条看家的小狗。在拨了近10个电话不通以后，张大娘终于忍不住离开家，去几里外的儿子家询问情况。张大娘来到儿子家的门口，奇怪的是门关着，却没有上锁。推门走进屋子，张大娘大声喊着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，没有人回答。张大娘只得进屋去找人。奇怪的是，家里5间房都空无一人，却颇为凌乱。卧室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几个抽屉都被打开了，浴室则有杂乱的脚印，厨房里面甚至放了一锅吃了一半的红烧肉。张大娘对这锅红烧肉很是奇怪，儿子霍小刚工作是搞烧烤的，平时对肉类很厌恶，几乎不吃荤，更别说吃红烧肉了。儿媳妇张丽年轻美丽，身材很好，也绝对不吃肥肉，以保证体型。这锅红烧肉是谁做的呢？一时间张大娘不知所措，人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锁门就离开家，还在家里翻来翻去的呢？会不会是小夫妻吵架了？儿媳妇张丽拿东西回娘家了，儿子霍小刚追过去了？不会，小夫妻才结婚半年，感情非常的好，称得上是蜜里调油，偶尔拌几句嘴，却从来没有吵过架。况且无论儿子还是儿媳妇，手机都打不通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。张大娘不知所措的在院子里乱转，突然浑身发抖起来。在院子的一角，那只用来看家的小狗被人活活的砸死在地上。可以看到，下手杀狗的人手段极为凶狠，小狗的脑袋被砸成了一层皮，骨头都被砸得粉碎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算夫妻吵架，也不能把小狗给砸死。平时小夫妻对小狗非常的喜爱，儿媳妇张丽每天都要带店里的骨头给小狗吃，儿子只要一有时间就出去遛狗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小狗下这么重的手。
张大娘感到不寒而栗，本能地觉得出大事了。她踉踉跄跄地跑回家，同老伴商量了一通，老夫妻两人打电话报警。民警们迅速赶到现场。其实本来民警倒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，小两口不在家，联系不上，也不能说是出了事了，说不定是去县城看电影，或者是唱歌跳舞去了，说不定是去朋友家打牌了，一时间没有发现手机已经关机或者是没电。然而以专业眼光仅仅看了几眼，民警们立即警惕了起来，发现了疑点。听说家里安装了监控，民警们首先去南侧的卧室去调查监控，让他们大吃一惊。用于监控的电脑主机不翼而飞，显示器完好无损。看了这一幕，赶来的民警立即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为什么？如果是盗窃，这台刚刚购买几个月的显示器非常值钱，重量又轻，理应一起偷走。显示器在，电脑主机却没有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歹徒是为了毁灭入室的证据。如果霍家小两口没事，只是主机失踪，这可能是普通的盗窃案件。现在霍家小两口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电脑主机又没有了，有可能出了严重的刑事案件，不是绑架就是杀人。有可能歹徒是入室作案，当然也许是霍家小两口发生了什么打斗，出现死亡，一方畏罪潜逃，总之都是有可能的。至于绑架，不太可能。霍家嘛，不是什么大官，只是县城普通老百姓。霍小刚小两口每天辛苦的经营小烧烤，也勉强是温饱而已，收入不高，加上天性节省，女主人张丽平时去廉价的理发店做头发，就是为了省钱，不可能有人去绑架这样的家庭啊。小夫妻打架导致意外伤亡，一方藏尸后逃走，也不太可能。这对小夫妻结婚才半年，一直非常恩爱，堪称模范夫妻，怎么可能随便搞到死人的地步呢？这就是无稽之谈。那么最可能的就是有强盗或者是小偷入室作案。民警仔细勘察现场，很快发现了异常。首先，霍家小两口的院子围墙上发现了明显的攀爬和撬压的痕迹。之前被盗窃以后，小两口将围墙上装了钢制的护栏，现在这个护栏却出现了一个用撬棍撬出的缺口，恰好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进入。想要撬出这么一个缺口并不容易，一个人还干不了，要一个人蹲在地上，另一个人踩在他的肩膀上去借力去撬，后者至少需要撬上10几20分钟才能够办得到。显然除了强盗或者小偷，不可能有人会做这种事情，也没有这种工具和技术。再看屋内，霍家小两口的屋子有120平方，这是刚刚结婚的新房，5间房间家具都是新的，也放了不少张丽陪嫁过来的家用电器，显得挺时髦的。小两口婚事花费不多，2个人甚至为了省钱都没有拍婚纱照。后来霍小刚听妻子表妹说，张丽从少女的时候又一直憧憬着拍一套漂亮的婚纱照，于是宠爱妻子的霍小刚就从不多的积蓄之中拿出了不少的钱，跑到临沂市内的一家著名影楼给妻子拍了一套婚纱。张丽天生丽质，加上拍摄的档次高，这套婚纱效果非常的好，完全可以放在影楼的橱窗里作为宣传。现在家里随处可以看到青春靓丽的张丽的照片。此时民警们又发现了屋内的异常，家里所有的抽屉、衣柜都有明显翻动的痕迹，所有现金和金银首饰都失踪了。显然这是有人入室进行了盗抢。现在关键是霍家小两口到底去了哪里？其实盗抢案件在山东乡下也并不稀奇，
同时还有人口失踪，这就极少见了。盗窃抢劫是一回事，杀人就是另外一回事。盗抢顶多坐牢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民警们仔细搜索了家中，发现地板、墙壁甚至卧室的床都被人给清洗和打扫过，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痕迹。显然这伙歹徒绝对不是初犯，有着丰富的作案经验。即便如此，民警们还是发现了大问题。大卧室的床有异样。根据山东当地的风俗，床上应该先要铺上一层褥子，再铺上床罩和床单，然后才是被子。这张床现在被清理得非常整齐，床单和褥子都没有了，只是剩下了床罩跟被子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唯一的解释是床单和褥子上有可能染了血迹或者是其他体液的物证，被歹徒带走以后毁灭证据。民警立即仔细地检查那床大红色的新婚被子，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迹，隐藏在红色的花中，并不容易发现。这块血迹不大，但是足以表明霍家小两口可能已经被害，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。在另一间小卧室的床下，民警们意外地发现了张丽的内衣裤，内衣裤有明显被撕扯的痕迹，显然这表示张丽可能已经遭到了歹徒的性侵。稍后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，通过技术手段，他们发现了霍家卧室的墙壁和地板上都有大片的血迹反应。歹徒清洗过这些地方，只是无法彻底消除血迹，由此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入室抢劫、强奸杀人案件。案件非常严重，各级政府当然也非常重视，开始全力寻找失踪者和其他的证据。专案组迅速成立起来，刑警们在周边走访，希望得到一些线索。没有多久，有村民向警方报告，距离现场不远的河内有几个扔下去的塑料袋。民警们立即赶到河边，将陷入淤泥中的3个大塑料袋和一台电脑主机给打捞了上来。不用说，这台电脑主机就是霍小刚家的电脑，关键零件被河水浸泡，已经失效，不能打开。解开塑料袋，霍小刚小两口的结婚证赫然就在里面。除此以外，主要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生活垃圾和霍家失踪的衣物，霍小刚夫妻的身份证，还有一张霍小刚的银行卡。又有村民老汉反映，距离霍小刚新房大约300米有一个山洞，这是一处荒山，平时没人去，这处山洞也很隐蔽。在案发前，这个老汉放牛曾经路过这里，看到了3、4个不是本村的男青年在山洞外面抽烟。老汉感到很是奇怪，这种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人游荡？旅游、做生意、打工的人，这些人都不可能来这里啊。根据村民的情报，民警们立即找到了这个山洞。刚刚走进洞口，悲惨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，2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这里。26岁的霍小刚尸体上面伤痕累累，他被人用绳子勒，又用塑料袋堵住了口鼻。因年轻生命力顽强，这并没有致死，歹徒又用什么重物对准了他的头部，连续多次重击，脑浆都打出来了，这才将他给杀死。他的尸体脸部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相比霍小刚，他的新婚妻子张丽更惨10倍。张丽尸体赤裸，全身都是被人严重性侵甚至是性虐待的痕迹。只能说张丽的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好的皮肤，女性私密器官更是被摧残到几乎烂掉，到处都是针刺、嘴咬、烟烫和踢打的痕迹。这都是被长时间性虐的结果。据说尸检时，因张丽的尸体实在太惨，法医都气得双手都在颤抖。根据尸体来看，张丽至少遭到了数小时的轮奸和性虐，然后被人手掐、绳子勒、塑料袋闷，
活活的折磨死。歹徒手段如此凶残，在山东省的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。专案组感到责任重大，全力出击，希望尽快抓住这些魔鬼。分析案情，专案组觉得这群歹徒绝非初犯。现在脚步凌乱，歹徒至少有3到4人，且都是男性。根据村民和现场证据来看，歹徒对周边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，说明作案前曾经仔细踩点观察过地形。作案前，他们选择偏僻的山洞来躲藏到晚上，然后才多人合作撬开了霍家围墙的护栏，潜入房内。歹徒们进屋时间大概是在6点多，霍家小两口并不在家。这伙歹徒就破坏了监控，然后隐藏在屋内。晚上7点多，霍家小两口回家，刚刚进屋就迅速被他们制服。根据对霍小刚那张银行卡的调查，里面共有1万多元被人给取走。取钱的是一个穿着霍小刚衣裤戴着帽子的男人，显然这就是歹徒。在抢劫的同时，他们对张丽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轮奸和性虐。期间，这些人根本不怕被人发现。根据厨房和浴室来看，这伙人在霍家从容的炒菜做饭，还多次洗澡，直到第2天凌晨拿到了钱，又发泄完授予，他们才将霍小刚小两口残忍杀死。这伙人的作案经验比较丰富，并且迅速逃走。他们还清理了现场，又将尸体转移到了附近的山洞里，将电脑机箱和一些物品打包丢入河内，随后才逃走。转移尸体主要是为他们逃走争取时间，其他则是毁灭证据。这些绝对不是初犯能够做到的。但是这伙人未必有杀人的经验，无论是霍小刚还是张丽，都被杀了很久才杀死。以霍小刚为例，被绳子勒，被塑料袋捂嘴，折腾了很久也没有将他给杀死。无奈之下，歹徒又用重物砸、刀捅，才将霍小刚杀死。杀死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丽，歹徒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。尸检发现，张丽一侧乳房有好几个香烟头烫过的痕迹。警方推测，这倒不是性虐，而是歹徒看张丽究竟死了没有。至少其中有一次烫的时候，被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张丽出现了挣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歹徒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他们竟然在现场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。在河内的塑料袋里发现了霍小刚的一条牛仔裤，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。看来那名取钱的歹徒就是穿着这条牛仔裤取钱的。在稍后杀死霍小刚的时候，歹徒也是穿着这条裤子。然而霍小刚死的时候，因为被匕首刺中，血液喷溅了出来，喷到了这名歹徒的这条裤子上。歹徒也许是第一次杀人，见到大量鲜血以后比较恐慌，他急忙将这条浸透了血迹的裤子给脱下来，塞入到了塑料袋中丢弃。搞笑的是，他在慌乱中没有发现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还放在这条裤子里。这个足以锁定犯罪分子身份的东西，就是一张低保卡。根据低保卡的账号，这是山东省新泰市文南镇的低保卡，持卡人是一名姓傅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已经有接近70岁的高龄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长期卧床，当然不可能是凶手了。低保卡每月可以得到几十元的拨款，每个月都会被人取走。警方对傅家背景进行了简单调查，立即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。傅家的儿子傅刚26岁，却已经有过一次因为抢劫入狱的前科。根据当地派出所的记录，傅刚从小品质恶劣，初中辍学以后就在社会上游荡。他身强体壮，却从不正经工作，而是长时间在各种网吧上网，整天夜不归宿。期间他结交了一群社会闲散人员和地痞流氓，其中张学军、王吉营、
赵峰这3个人经常同付刚混在一起，是他的小弟。4个人中，付刚最大，也不过26岁，张学军25岁，王吉营22岁，赵峰17岁。付刚这个人，他就是个人渣，渣到什么地步呢？他的父亲已经有70岁高龄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平时很少下床。他的母亲也有多种疾病，没有劳动能力。付家极为贫穷，家里只有2间破烂不堪的房屋，老两口依靠政府救济才勉强生存。农村都是养儿防老，而付刚年轻力壮，本来应该随便找个工作什么来贴补父母，但是这个垃圾从来没有给过父母1分钱，反而想方设法将父母微薄的积蓄弄走挥霍。在榨干了父母所有存款以后，付刚甚至连父亲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低保收入都不放过，将低保卡抢走随身携带。这种人渣真是全国都少见。锁定付刚为重大嫌疑人以后，是案发的第3天。要说山东警方也是挺厉害的，立即在周边交通枢纽进行拦截，重点监控赶赴新泰的车辆人员。其实付刚是很容易辨认的，他是个大胖子。很快，警方通过视频发现了付刚和另外3个家伙。这4个人果然案发当天出现在了费县，此时正在乘坐长途客车返回新泰。案发后第3天5月17号下午，山东警方出动警力在泰安市安阳县境内追上了这辆长途客车。面对荷枪实弹的警察，这4个小子根本都不敢抵抗，前后只有1分多钟，4人丢下匕首，束手就擒。据说抓捕时4个人是丑态百出。年纪最小的赵峰跳窗逃走，然而民警吼了一声，要再跑就开枪了。赵峰就迅速地瘫痪在地上，据说小便洒了一裤子，连屎都出来了。在警方排查车上乘客时，王基营竟然主动站起来说：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这真是此地无银300两。4个歹徒杀人以后还不到48小时，就被羁押回了费县。这个案件的证据非常多，比如说精液，可以确定这起恶劣之极的案件就是这4个禽兽所为。证据确凿，4人也没法抵赖，很快就认了罪了。这4个人都属于不3不4的人渣。2013年的山东就业形势还是可以的，年轻人只要愿意工作，肯吃苦，养活自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4个人渣却好逸恶劳，根本不愿意受累。他们基本都在初中辍学，随后就在社会上游荡。他们都曾经在家人亲戚的介绍之下干过一些短工，最终却都因为怕苦怕累而放弃了。不想吃苦，他们却非常向往奢侈生活，向往那种有钱嫖赌抽，天天大鱼大肉，性感小姐环绕的生活。他们缺乏收入来源，家里又都是普通农民，想要过上这种生活，恐怕就只能犯罪了。平时他们多以敲诈勒索、盗窃抢劫为生，其中付刚年龄最大，之前有过一次入狱经历，成为他们的大哥。其余3人也都是劣迹斑斑，也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张学军25岁，曾经因为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2011年年底刚刚提前假释出狱。有人说张学军才是真正的老大，出谋划策那都是他。王吉营22岁，也曾因为抢劫罪被判刑3年，缓刑3年。至于赵峰是未成年人，17岁，之前的犯罪记录不太清楚，也肯定进过看守所。被捕以后，4个人交代，早在2012年他们就勾结起来，开始在山东的济宁、泰安市的多个县区和蒙阴、平邑、费县等地盗窃抢劫作案近100起。1年内他们搞到现金、电脑、金银首饰等物品，涉案价值10多万元。
这些钱都被4个人吃喝嫖赌用光了，仅仅嫖娼一项就用了很多的钱。此次作案之前，他们曾经来到过费县，选择了县城边缘的霍小刚家进行盗窃。他们在霍小刚家并没有搞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却看到了张丽的婚纱照。他们都认为张丽非常漂亮，而且非常性感，于是就动了淫念。这次再次流窜到费县作案，有人想起了这件事情，提议还是去霍小刚家作案，就算搞不到钱，他们也可以把女人给强奸了。不过有过入狱经验的张学军却有些犹豫，他知道强奸和盗窃抢劫不同，很容易留下证据，导致被捕。尤其富刚、张学军等人都有过前科，在公安系统留下了照片。如果女主人被强奸以后去报案，很有可能根据照片来锁定他们的身份。4个没有人性的家伙略加商议，竟然一致决定事后杀人灭口，将小两口全部杀死。这些人向来都不把人命当回事，也不把杀人当回事。在之前抢劫案件中，他们动辄对受害者大打出手，下手特别狠毒，把人往死里打。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都漠视人命，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，更别说别人的命。5月14号下午，他们从县城打车来到了霍小刚家附近几公里以外。霍小刚家在县城边缘，距离县城和最近的村子都有1-2公里的距离，位置比较偏僻。他们下车以后就隐藏在了300米以外的山洞附近。4个人肆无忌惮的在洞口抽烟，被路过的放牛老汉看到了。照常理来说，他们应该就放弃作案了，但是4个人根本不在乎，继续等到了夜晚。翻墙的时候，他们发现霍家装了监控，还有围墙护栏。他们都是盗窃、抢劫惯犯，随身带着工具，这些也难不倒他们。他们就用撬棍撬开护栏，进入到霍家，关闭了监控。霍家小两口并不在家，这群歹徒竟然在家里等了1个小时，直到小两口先后回来。期间4个家伙毫不慌张，还拿出霍家冰箱里的饮料、西瓜和雪糕大吃大喝。家中小狗发现情况不对，开始大叫。富刚听到狗吠以后，跑出去将小狗活活砸死，头部几乎被砸成了平面。霍家小夫妻进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常。在他们一前一后进入到屋里的时候，4人手持匕首等凶器，先是对付霍小刚。面对多个持凶器的歹徒，霍小刚措手不及，来不及反抗就被制服了。歹徒们迅速用准备好的手铐将霍小刚给铐了起来。发现丈夫被歹徒攻击，张丽吓得高声呼救，可惜因为房屋比较偏僻，没有人能够听得见。歹徒们迅速制服了张丽，将他带到旁边的小卧室里关押，将霍小刚关在大卧室里。接着他们向霍小刚逼问银行卡的密码。霍小刚怕歹徒伤害妻子，决定舍财保命，将密码告诉了歹徒，苦苦哀求不要伤害他们夫妻。歹徒们为了拿到钱，假装答应。这时富刚换上了霍小刚的一套衣服，戴上帽子，拿着银行卡取出了11000元现金。由于富刚当时几乎身无分文，拿到钱以后，他立即买了几包好烟和一些饮料。在换衣服的时候，富刚随手将自己父亲的低保卡塞到了牛仔裤的口袋里。有人问，富刚这家伙为什么带着他自己父亲的低保卡作案呢？这主要是富刚已经长期不回家，不是住在小旅馆，就是睡在网吧。他每月唯一稳定的收入就是父亲低保卡里每月的几十块钱，所以他一直都随身携带着。最低程度，这些钱可以买1-2条香烟抽。取回钱以后，歹徒们没有放过霍家小夫妻。他们先是逼迫会炒菜的霍小刚为他们炒了一锅红烧肉，他们又将霍小刚全身给捆绑了起来，堵上嘴，扔到大卧室的床上，有专人持刀砍着。随后他们拿出了啤酒大吃大喝，又去小卧室对张丽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轮奸和性虐。期间他们手段残忍至极，丧尽天良。张丽因为忍受不了折磨，曾尖叫、哭喊、呼救。
这些都被丈夫霍小刚听得一清二楚，但他无法动弹，自然无法救自己的妻子，只是心如刀割而已。直到天快亮了，发泄完兽欲的歹徒们才决定杀人灭口。他们都没有杀过人，真正动手的时候发现并不容易。他们先对霍小刚下手，用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，又用塑料袋蒙住了他的脑袋。但是他们不得要领，折腾了很久也没把霍小刚给杀死，还勒断了一根绳子。见人迟迟不死，恼羞成怒，先是用重物对准霍小刚的头部猛击了3下，打得脑浆迸裂。这样还不算完，富刚又用匕首捅入了霍小刚的腹部，鲜血立即喷溅了他一身。富刚也是第一次杀人，看到这么多鲜血，顿时心就慌了。他急忙将染满了血迹的衣服和牛仔裤就脱了下来，脱得比较着急，他就忘记了这条牛仔裤的口袋里还有一张低保卡。这卡就成为抓住他们的重要线索。如果没有这张低保卡，想要这么快抓住他们还真不太容易。随后他们又去杀张丽。张丽被这些人长时间的摧残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这伙人有人踩住了张丽的手脚，有人则用绳子勒，手掐，又将张丽活活弄死。还是因为第一次杀人，张丽很长时间都不断气，歹徒们怕他不死，多次用香烟烫他的乳房。第一次烫的时候，已经昏死的张丽身体扭动了几下。富刚他们3个人都坐过牢，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。他们简单清理了现场，尤其将大卧室里的血迹全部都清洗了一遍。霍小刚是躺在床上被杀，他们拿走了染上血迹的褥子和床单。他们本来想将尸体丢入到河内，却发现河水不够深，这样尸体怕是会立即被人发现。于是他们将尸体丢入到山洞，其他东西都放入了一个塑料袋，连同电脑主机一同丢入到河内。由于山东警方的高效和专业，这伙恶魔迅速被捕入狱。如果不是警方这么快地抓住这群混蛋，恐怕他们还会在社会上继续流窜强奸杀人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害。此案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愤，费县一度炸开了锅。在嫌疑人指认现场时，村民们群情激愤，试图将他们从车里拖出来就地殴死。这4个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在民警的保护下抱头鼠窜。案发3年以后，2016年6月22号，张学军、王吉营、富刚3人被依法执行死刑，丢掉了狗命。至于那个赵峰的运气却非常的好，他只是被判了无期徒刑，犯案时只有17岁，算是未成年人，免于一死。